泉州刺史府起火了，马上带我去。李章刚一出事，就有节度使兵装扮的人放火烧了刺史府。入军阵当晚，锦衣便中毒发狂。此事与那位昌王脱不了干系。王爷，是胡茄花。冷将军的病，是否也会另有隐情呢？楚楚，你可还记得当日要杀许攸归的2个人？记得。我记得你检验后说，他们都是当过兵的人。王爷，你怎么突然想起这个？这些人同样也是当兵的。我兄长打探到，我们和李章进山前，曾有20多个士兵出营采办，就是奉吴琛之命。这与去刺史府的人数正好对得上，但军需长书记吴琛并无调兵之权，所以军中定是有权力极大的人在操纵此事。而且根据那日柴房里的现场痕迹推断，除了来杀许攸归的神策军，还有一伙人想要活捉许攸归。王爷，你为什么会觉得是冷将军派人去抓许攸归呢？只是一点猜测。事到如今，若有人要抓许攸归，那看重的肯定不是他这个人，而是看重他作为筹码的价值。本不该与你说这些无聊的话，很晚了，快去睡吧。我陪你。淤泥坊邀您收看御赐小仵作，王爷喜欢好看的，幸好有它，清洁到位，好看加倍。淤泥坊氨基酸泥浆面膜，雾感亲肤，深层清洁，夏日必备。景瑜，查清楚了，出去采买药材的人是后边派拨的，也都是之前被收编进来的贼匪。带我去找他。就这件。我的孩子，孩子！后边，后边，后边，后边！快去寓所，请郎中。是，后边，后边，坚持住！后边，后边，后边！这怎么回事？是我来晚了，他就那么搁下去。我要是再早一步，就能拦住他了。楚楚，可能验出他刚才是否吃过什么？他唇齿间没留什么食物残渣，现在无法判断。是你2人在这里警卫。回王爷。是。侯将军回来之后，有什么人来过？没有。侯将军从一所回来之后，就自己一个人，一直待在营房里面。我们2人在外面守着，一直没有离开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侯将军是中毒了。中毒？楚楚，你尽快仔细的去查验他的尸体，找出毒源。王爷，侯将军的腹部已经被他自己剖开了，耽搁久了，一会儿证据可能就要消失了。我能不能直接剖验？剖验？侯将军尸骨未寒，怎么能再动刀呢？嚷嚷什么啊？嚷嚷什么？不知军中规矩吗？竟敢阻挠安郡王办案，给我出去！练50军棍。是。等等，冷将军，他们没有阻挠办案，
没有任何一个死者的亲友愿意看见死者在死后被剖验的。可是侯将军是被害死的，我保证在剖验完过后，一定让尸体复原入殓。我等知错，甘愿领罪。你们先送侯将军去验所，再去领罚。是。楚姑娘，请。虎兄，你身上的伤好点了吧？你什么时候又受伤了？嗨，一点皮肉伤，干什么都不妨碍。怎么就不妨碍了？皮肉不是长在你身上，还不妨碍呢？哎，听吴真说，你这伤拖着老不好，都成恶疮了。秦郎中给你配的药也不好用。哎，你这是逞能呢，还是犯傻呢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我说你们两个大老爷们儿，怎么比我媳妇儿还虚了？这好像不是唐军志士的羽箭。不是，这是一伙山匪用的箭。我刚来军中那会儿，年轻气盛，有一回跟着侯斌去剿匪，因为贪功冒进着了山匪的道。侯斌当时为了救我，身中数箭。当时这支箭正中他的胸口，再偏一寸就没救了。本来我想留着这支箭，时刻警醒自己，他却坚持把这支箭留在他的身边，说着我再犯浑，他就拿出来提醒我。现在我又犯浑了，而他却不在了。他这一年来格外得冷将军器重，去年冷将军赴世，因病卸任还乡，按资历本该是提拔赵杰的，可最后还是提拔了他当副使。而且我有查到，出去采办药材的那些人是他派出去的，也是他收编进来的贼匪，我就怀疑他。侯将军刚才临死前，我的孩子，孩子，好像说了什么孩子，你可知道怎么回事？应该说的是他妻儿那件事吧。大概3、4年前，他妻子分娩时难产，妻儿都没保住。他与他夫人感情很深，这件事对他打击很大。这跟他的死有关系吗？也许有。大哥，侯将军平时也玩枪狼吗？哦，这是西南这个地方的土方子，秘进枪狼，再用点醋什么的，专治恶疮，军中常备的，有什么不妥吗？赵将军，您手上有血。没事儿，可能刚才跟萧将军站在一起，从他身上蹭的。好，打点水来，我要泡个澡。
是。王爷，侯将军腹部的那处新伤，是他右手执刀自左而右割伤的那一处，但是他割出来的伤和一般人割出来的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不管是别人割的还是自己割的，只要刀割在肉上，人都是会疼的，人一疼就会闪躲，那伤口就会出现深浅不一的变化。尤其是自己割自己，再坚强的人也会因为疼，手上的力度有所改变，就会明显的入口深出口浅。但是侯将军身上不一样，他的伤口几乎没有深浅变化，就好像是不知道疼。对，他剖开自己的腹部之后，是不是还做了什么？就好像感觉自己腹中有东西，想要找到它，把它取出来。王爷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一开始我都不敢相信，可是我反复验看过了，他腹中脏腑的位置乱七八糟，是他自己伸手进去拉扯的。楚楚，侯将军身上是不是有生了恶疮的旧伤？有，他身上有好多处旧伤的痕迹，尤其是那处贯穿胸口的，好的不彻底，看上去反反复复的发了很多次。后背那处贯穿伤附近长了2个恶疮，那个伤治的也马虎。我闻着，表面有股醋酸味儿，还沾着细微的粉末，应该就是用了黔州这边一个民间的土方子吧。密沁枪郎的方子？你连我们西南的土方子都知道，你太厉害了。只是点猜测而已。楚楚，之前3名死者身上也都有恶疮。那名刺坟而死的死者已经看不出来了，但是溺水和被勒死的那2个人身上都有。那他们也都用过这方子？那名溺死者在水里泡过，看不出来是不是用过，但是勒死的那名死者创面被挑破了，有明显用过的痕迹。王爷，怎么了？有什么不对吗？不，这就对了。我知道这毒是下在哪儿了。你最好给我安生点，今晚军中大乱，没人有闲工夫来关照你。就你这个性子，太不像他萧锦瑜身边的人了。我这么做完全都是为了你好，等事情都结束了，我自会放了你。乱臣贼子！你懂什么？哎呀，你看见了吗？我这条老命就快走到尽头了。我再这么折腾，又能如何？我这么做，都是为了你，为了咱们冷家。我呸！我冷氏一族，为了大唐戍守西南，世代忠勇。若不是你权欲熏心，又怎会逼得圣上赐婚我跟萧锦离？这些年我所求的，不过就是为了摆脱这样的命运。你现在说你是为了我，为了冷氏一族，我是不可能会相信你的。冷氏一族也绝不会相信你。要么你现在就杀了我，要么等我解开这绳子，就算背着不孝子孙的骂名，我也要亲手杀了你。好。那我就成全你这个不孝子孙！冷将军，这是在干什么？王爷，楚楚，拉起来。这是我冷家的家事，就不劳烦安郡王费心了。我和他之间没有家事可言。安郡王，你有什么事吗？
方才一直没有见到冷月，有些担心。我现在正好要去找掌管军需的长书记吴琛问几句话。路过附近，我隐约间听到了冷月的声音，便过来看看。王爷，我问他为什么要向朝廷瞒报病情，他就一掌把我打晕了，然后捆在这里，还说什么等事情结束了以后再放开我。王爷，冷将军，此虽冷家家事，而且施设节度使军务，我不便多言。但既然今夜闹得如此地步，为避免产生误会，可容我多问一句：冷将军的病情，确实未曾对朝廷上报过吗？你什么意思？冷将军也许有所不知，前兵部尚书冯介甫一抵京，便遭人毒手，还有一卷特别的巡查纪要，也不翼而飞了。什么？入营查知冷将军的病情后，我问过兄长，他想起当日冯尚书巡查军务期间，你曾与冯尚书单独叙话半日。不错，那个时候我确实把我的病情告诉了冯介。此事涉及到我身死之后西南边陲的军权，既关乎到我冷家的存亡，更关乎到我大唐西南边防的安危呀！我岂能不知这个轻重？我与冯介说定了，我在军中暂且隐瞒此事，既能稳住军心，又能防止西南宵小趁机作乱。由冯介将我的情况写成纪要，面呈圣上，以商议万全之策。谁知冯介一入长安城就突然病故了，圣旨至今迟迟未到。我本以为圣上能派新任兵部尚书薛汝成来黔州，就是为了此事，可是他竟没有踏入我军中半步，便就折回了长安。所以当日我令冷月传书问候，正逢军中发生离奇命案，如此巧合，难免令冷将军心生疑窦。传书请我前来查案，一半是为了探我虚实，一半也是为了冷月的安危吧。冷将军既然希望我能查清此案，但又对我不是十分信任，暂无打算将这些对我实言相告。无奈冷月一时情急，与你闹了起来，你便出此下策，想要将他关在这营房中，直至一切明了，以保他安全。可是如此，安郡王果然聪慧。冷将军，这艾条是你的吗？是。有一次我犯了风湿，吃什么药都不好使，郎中就给了我这个熏艾条的法子，还让我坚持用。虽然无法根治，但起码可以缓解病痛。王爷，这艾条不太对劲啊。怎么了？这艾条比一般的颜色略深，而且还有一丝丝奇怪的气味。给我看看。这艾条里有丹砂。丹砂？这艾条里掺杂着丹砂，丹砂燃烧散出来的气味是有毒的，只是混在艾草的气味里，所以不易被察觉。爷爷，您的病不是平白无故来的，都是因为这些艾条。您这些艾条是从哪儿来的？吴琛。还是热的，刚走没多久。来人，末将在。传令下去，
严守军中所有出入口，全营搜索，务必把吴琛给我找出来。是。冷将军，你确定那些艾条是吴琛给你的吗？是。安郡王可是在找他谋害老夫的证据？我是来找他在军中投毒的证据。军中投毒？那侯斌的死也是他干的？恐怕此次军中之乱都与他脱不了干系。这个畜生好大的胆子，要是被我抓到，一定剥了他的皮不可。锦瑜，都查清楚了，勒死自己的冯丽，家中有人自缢身亡，淹死自己的王迟，家乡曾遭洪水，许多亲人遭灾溺死，还有冲进火堆里的徐将军，家中老宅失火，老母亲葬身火海。他们三人跟侯将军一样，家中出事的时候都不在亲人身边，所以心中一直都很愧疚。王爷，这是在香炉炉灰里找到的。给我看看。王爷，这是胡茄花种子磨成的粉。冷将军，这就是令营中将士突然发狂的罪魁祸首。吴琛就是用他当作药引子，引被害者出现幻象。这些幻象与被害者心中压抑许久的痛苦经历有关。只要凶手足够了解这些人的经历，就能猜出他们毒发时大概会出现什么样的幻觉，设计其自尽的方式。可他是如何做到投毒的？事发之初，我也曾想过，可能是有人投毒，所以我们用了很多法子，以确保军中饭食和饮水的安全。他怎么还能有机会投毒呢？他是把胡茄花粉末混在了治恶疮的药里。借由外敷在患者患处，而使这些有恶疮的人中毒。我和王爷已经核查过了，所有出现过发狂症状的将士都生了恶疮，而且都用了一样的方子治疗这恶疮。可是狗子他也没有生恶疮啊，他又是怎么一回事？他是没有生恶疮，但他碰过治恶疮方子里最关键的一味药。什么药？饲养在医所里的活枪狼。枪狼？我与楚楚已去医所勘察过，吴琛应该就是借着清点药材的机会，在烘焙过的枪狼粉中混入了胡茄花粉末。但因为盛放枪狼粉的罐子与饲养活枪狼的罐子紧挨着，部分粉末飘进了活枪狼的罐子里。狗子在与伤兵赛枪狼的过程中，手上无意沾染了胡茄花粉末而不自知，许是玩在兴头上，顺手拿了水喝了，因此误中此毒。胡茄花种子常人难寻得很，军中进出又十分严格。我也请兄长查过记录，唯一碰过枪狼粉的罐子而又有机会从营外拿回胡茄花粉末的，就只有管军需事务的吴琛。王爷，你看这个。王爷，这就是爷爷用的那种艾条。这些艾条应该是一整箱运进来的。冷将军营房中的艾条匣子里，大概还能用3、4天。是。这几根艾条已经不足以弥补一整个匣子。据大哥说，外出采办的人员10天内是回不来的，也就是说，吴琛已经不打算继续给您下毒了。是因为知道咱们来了，才不敢动手了吗？不对，李将军，末将刚在营中沐浴，来迟了。快去带人搜捕吴琛，天亮之前务必把吴琛给我揪出来。搜吴琛？吴琛怎么了？快去！是。
等等，还请赵将军叮嘱营中将士留意，他兴许会乔装扮成士兵，混在搜寻的队伍里。末将明白。这么多兵，找个文官到现在都没找到，他还能上天入地不成？冷将军，已经1夜了，军中能藏人的地方，应该已经查得差不多了吧？那便请冷将军下令，命令营中将士再留意查一下军中活人带不了，但能带住死人的地方吧。你的意思是，武琛已经死了？他若没有逃出军中，又没有乔装混在将士里，那便只有一种可能了。启禀冷将军、安郡王，武琛已经找到了。哦。冷将军、安郡王，这2位火头兵今早汲水的时候，在井中发现了武琛的尸首。有什么人来过这个地方吗？末将已盘问过了，昨晚通宵搜查，经过此处的人数众多，已无法计数。这地上脚印乱七八糟，鞋底都还一样，什么也看不出来。死者男，年30余，口眼微开，腹部膨胀，有挣扎造成的擦伤，口鼻中有水沫，他是被淹死的。不过尸体泡在水中，不好断定具体的死亡时辰，粗略估算，大约死于昨晚的4更到5更。4更到5更，就是侯斌出事，营中搜捕他的时候。难道昨晚围捕的时候，他走投无路，投井自尽了？他也很有可能是抓着这根绳子躲在井里，结果没想到咱们搜他搜了1夜，于是支撑不住，就掉进井里淹死了。这里距离军中3个出入口都不近，而且也不在他营房去往出口的途经之地。他就算是逃窜的时候，也不该躲在这里。安郡王是怀疑武琛是被人杀死的。楚楚，你带尸体去做详细的检验，放心大胆验，批文我签给你。好，不过王爷，我想先要点东西。楚姑娘，你想要什么尽管说，只要是营里有的，一切都满足你。谢谢冷将军，我想要葱、花椒、盐、白梅、酒糟、醋，1个蒜臼子，还有2张席子。还得劳烦您在营里给我找片空地，我需要挖一个2米的大坑，再在坑里烧一大把柴火。姑娘是要烧菜？我只是想要把它蒸一蒸。楚楚，你不是想把它吃了吧？不，我不是想要把它蒸了吃了，只是用我这个法子把它给蒸一蒸，就能知道它是不是自己投井的了。哦，冷将军，楚楚出自仵作世家，经常用一些不同寻常却有奇效的法子，不妨借地让他试一试。火头兵，属下在。把楚姑娘刚才需要的东西取过来。是。谢谢冷将军。赵杰、锦鲤，末将在，一切配合楚姑娘。是。冷月，你在这里帮楚楚搭把手。好。安郡王，可否到你的房中单独一叙？冷将军，请。请。安郡王的折子你们都看了，黔州刺史李章已经伏法，但安郡王认为李章还不是私铸铜钱一案的罪魁祸首。你们以为呢？朕以为安郡王言之有理。王尚书，安郡王写在折子上的事情，除了李章被捕之事外，其余一桩桩一件件皆已毁尸灭迹，无据可考。
可以说竟是他一面之词，怎么就言之有理了？啊！陛下，臣以为安郡王这是在推演色泽，愚弄陛下，而且他如今借着追查之名义，竟去了黔州节度使军中，这是插手军务，有越权之嫌呀！韩尚书，在下此次前去西南，也听安郡王向在下提起过此案。私铸铜钱一案确实错综复杂，安郡王一时未能辨明清楚，也是情有可原。薛尚书，您跟安郡王这师生二人可真是有意思。您掌管兵部，奉旨前往西南巡查军务，可这军务呢，没查出什么，反倒插手起三法司的事务。而这安郡王掌管三法司私铸铜钱案，查个没头没尾，如今却插手起这西南军务，形势如此逾规越矩，到底是安郡王带坏了您这个好师傅，还是您教坏了安郡王这个好徒弟？铸钱一事，只是安郡王与我闲谈时说起一二。至于安郡王去冷将军军中，我想他日他必有解释。冷将军一向治军严谨，也不会轻易让人插手军务之事。薛尚书既对三司事务如此感兴趣，那倒是把逆党遗后给带回来呀。可您倒好，该带回来的人您没带回来，不该带回来的人您还给弄丢了。安郡王奉旨查办私铸铜钱一案，眼下查成了这个样子，该不是拜您教导所赐啊？私铸铜钱案向来是大案要案，安郡王纵有变异行事之权，但此行西南本是为了寻父，轻车简从，人手不足，也许只是去求助吧。找节度使求助，他这是想干嘛？当朝郡王私入节度使军阵，薛尚书，您可真是教导了一个了不得的好学生啊！薛尚书是安郡王的先生，师生二人在闲谈间说了几句公务，这也是人之常情。不过，韩尚书说折中皆无铁证，这倒是实情。再怎么着，这李章也是益州的刺史，就算要抓他，要判他，那也要铁证如山才行。如今可好，安郡王查不出真相来，就说他背后另有其人，他真是聪慧过人呐！啊，薛尚书，您说是也不是？陛下，安郡王办案不力，擅作主张，欺上瞒下，插手军务，越权行事，应当押回京中问罪才是。景清，你以为呢？臣以为，安郡王折中只说了几句推断之言，并没有提及任何铁证。不过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并非真的没有真凭实据。安郡王担心此信在半路遭劫，落入奸佞之手，旁生枝节。安郡王素来思虑周全，行事稳妥，陛下不如先下旨召他回来，待安郡王返京之后，如果真没有真凭实据，可证此折中所书的推论，陛下再治罪于他也还不迟嘛。是，景阁老所言极是。陛下，臣以为景阁老言之有理，若真要治罪安郡王，也要等安郡王返京才是啊。陛下，臣也同意景阁老所言。行了，容朕想想，你们都退下吧。臣告退。
吹不散，剪不断。没遇见，是对你的想念。月光寒，天色晚，尘世间冷暖，唯有你身边，拥抱让我眷恋。闭上眼，又相见，在耳边拂过你的发线。岁月长，情意浅，人世间遗憾，没有你相伴，多远都走不散。你笑这一秒，借我一生来守候，只为你牵挂着此生为预留。人为了，情为了，终于为了你落脚，能借我一生来依靠。远方的此生的美好。